1929年的一天，秋意正浓，落叶飘零。一个身材十分矮小的女子，手里拎着自己的全部家当，一个大行李箱，敲开了伦敦中国传教总会的大门。您好，我之前给会长写过信，我想去中国传教。这位英国姑娘的名字叫格拉蒂斯·艾韦德。在上个世纪战火纷飞的30年代，她孤身一人辗转来到了中国山西的阳城县。她在当地开的客栈，曾救下100多个中国孤儿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艾韦德的传奇故事。她的名字曾经响彻大江南北，现在却逐渐被中国人遗忘。1902年2月24日，艾韦德出生于伦敦北部埃德蒙顿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。他的身高只有1.5米左右，身材瘦小，一双乌黑的眼睛明亮深邃。长成这般模样，小姑娘心中难免升起疑惑：为什么我这么矮小？为什么我是黑头发、黑眼睛，不像旁边的人那样金发碧眼？艾韦德从10几岁开始就在有钱人的家里做女佣，闲暇的时间就跟父亲一起去圣公会的教堂。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小姑娘耳濡目染，对基督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出身普通、文化程度不高的艾韦德，就这样过着一边打工赚钱，一边去教堂修行的平静日子。时间匆匆，转眼来到了1929年。话接开头那场，中国传教总会的会长看着眼前这个长得像豆芽菜似的小女人，叹了一口气说：哎，我说姑娘啊，这绝不可能，你根本就不了解那片土地，那里贫穷落后，你何必去吃那份苦呢？我很强壮的，我会努力工作，我能传播福音，让我去吧。会长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可是我真正想说的是，哎，你不够资格。这一句把刚才还雄心壮志的姑娘对的是没话可说了。看来啊，去中国传教的工作门槛还挺高的。不过艾韦德可没死心，神要我去中国，我不能不去。第2年，艾韦德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机会。他偶然听说中国山西阳城的一位老传教士73岁的劳森夫人想退休回英国，但却因为没人接替她的工作而回不来。艾韦德如获至宝，马上写信给劳森夫人：我就是您需要的人，我来接替您。1930年10月，艾韦德挥手告别了英国的亲人，拎着他那个大行李箱，还有英国人离不开的茶壶茶具，叮叮当当的登上了穿越整个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，只身踏上了前往中国的传教之路。在山西的阳城，艾韦德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语言也不通，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。这里好像到处都是墙，城有城墙，家有院墙，还有人们心中的那堵墙，怎么也迈不过去。艾韦德一次次的好心肠，换来的却是人们在他身后大喊：快来看呐，洋鬼子来啦！但艾韦德还是觉得自己属于这里。不管是城墙都市还是书籍文字，艾韦德想尽力了解这里的一切，想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，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中。之前的老传教士劳森夫人喜欢独往独来，她在阳城的家虽然是一处大大的院子，却鲜有外人光顾，更别提传教了。艾韦德想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，于是和劳森夫人商量，想把他的院子改成一个客栈。对，
开个小酒店。他们给客栈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八福客栈。这个八福来自圣经中的博爱、美德、谦逊、忍耐、忠诚、诚实、美好和奉献。好莱坞后来以艾韦德为原型拍摄了一部电影，八福客栈变成了六福客栈。艾韦德和劳森夫人在电影中说，中国人都认为人有五福：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和善终，还有第六福在每个人的心中，人们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因为六福客栈更广为人知，所以我们这里先叫它六福客栈吧。客栈是开张了，可是没人光顾啊。人们议论说，这是洋鬼子开的黑店，所以都是绕道躲着跑。其实羊城这里南来北往的商人骡马队很多，他们在羊城过夜，喝酒侃大山，天亮之后继续赶路，再把听来的八卦带走传播出去。他们可以说是北方行走的报纸。如何抓住这群人呢？艾韦德又想了个法子，他现学现卖，每天站在客栈的门口，用中文喊着：没有跳蚤，没有柿子，我们讲故事，好啊，来啊！这么一宣传，怎么也有些效果。慢慢的，有一些客人来住店了。这小酒馆的风格可相当的与众不同。这边呢，罗夫们热烈的喝酒划拳，哥俩好啊，666啊！而那边呢，艾韦德用笨拙的中文认真的讲着：从前有一个玻璃横的小镇，出生了一个婴儿。两边各干各的，谁也不打扰谁，彼此也算是相处愉快。这日子久了，一来二去的，人们渐渐地接纳了这个热情善良、乐于助人的洋鬼子，故事也能听得进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咱们把这段听完了再走呗。偶尔呢，还会有客人跟他互动一下。你上回说的摩西他们后来被追上了没有啊？客栈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艾韦德的中文也越练越好了。他夜以继日地操劳张罗，让每一支行走在这古老贸易路上的骡马队都知道了六福客栈。随着清末民初开展天族运动，艾韦德也走出家门，劝说妇女们解开这个长长的缠脚布。有一天，在大街上，他看见一个贫苦的农民正在卖自己的女儿。您行行好，我只要2个银元，这小孩就可以给你洗衣服做饭了。艾韦德的心都碎了，他身上只有9毛钱，全都给了农民，然后双手抱起了孩子。来，9毛，我叫你9毛，好不好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艾韦德开始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，一个又一个。六福客栈都快成了一个孤儿院了。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孩子。那时候的艾韦德穿着传统的中国服装，说着偶尔夹杂英文的山西话，每天带着一帮孩子到处跑，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位当地的中国女教师呢。那是一段岁月静好的日子，艾韦德感到自己是幸福的。那种看着春夏秋冬交替转换的幸福，那种内心感到知足的幸福，甚至还感到了丰收的喜悦。1936年，在山西阳城扎根6年的艾韦德申请加入了中华民国国籍。这时候的他不经意间想起年少时对自己黑头发黑眼睛的困惑，不禁会心地笑了出来。或许我注定就是要成为中国人的。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大举入侵中国，连偏远的山西阳城也没躲过。艾韦德把六福客栈的房间都空出来，
收养了更多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。但后来六福客栈也中了日军的炮弹，一颗子弹穿过了艾伟德的肩头，眼瞅着羊城快保不住了，民众纷纷弃城而逃。但艾伟德决定要带上客栈收留的100多名孤儿一起走，撤退到陕西的大后方去，因为他知道宋美龄在那里为孤儿们设立了庇护所。这100多个孩子，最小的3岁，最大的16岁，都是神赐给他的孩子，一个都不能丢下。艾伟德的这个决定可把阳城县的县长吓坏了，他对前来劝阻的县长表示，这100个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，必须把他们安全转移。我是中国人，理当为同胞尽一份力。在电影中，这个桥段是这样的：县长在离开阳城的最后一刻对艾伟德说，我们遭受如此苦难是因为命该如此，而你付出的一切是因为心中的大爱。我老了，没有机会再返回阳城了，但我们会把你的爱的奉献记在阳城的县志中。我帮不上你什么了，但我尊重和信任你。其实我已经被你感化，成为了一名基督徒。艾伟德泪流满面，这还是那个妻妾成群的县长吗？那个县长曾经警告过他说，我知道你爱管闲事，但是你的手别伸到我家里来。你竟然告诉我的姨太太，完全遵从男人的意志已经过时了。艾伟德马上行动起来，先是通过一名国军将领和陕西西安的孤儿院取得了联系，对方答应接受这100多个孩子，之后又寄来了一笔钱，但是表示没有人手能抽出来帮你，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把孩子们带过来。面对这一路未知的困难和凶险，艾伟德身边的人也来劝说，这个行程会要了你的命。不，这个行程注定是适合我的，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我来中国的原因，就是要带领这些孩子们走出去。朋友们没有办法，只能叮嘱他，日军把大路封锁得死死的，走隐秘的小路吧。就这样，艾伟德带上一些口粮和县长派来的2个带路的士兵，他前面抱一个，后面背一个，手上还拉着一个，带领着100多个孩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翻山越岭的行程拖拖拉拉，孩子们脚力不好，大的背小的，走得非常缓慢，山间的小路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似的。我累了，我饿了，还要走多远呢？小家伙们纷纷抗议着。艾伟德只能不断地安慰着孩子们，现在要勇敢啊！摩西出埃及，我们出山西，就剩下一点点路了，我保证这将是最后一座山了。我们来唱首歌，战胜它吧。他只要一有空就清点人数，100个孩子，一个也不能落下。就这样整整走了5天，携带的干粮已经快吃光了。艾伟德和孩子们终于遇到了一支国军部队，这支部队给孩子们留了一些食物，还护送他们一段路程，然后就分开了。黄河，看孩子们，我能看到黄河。艾伟德站在岩石的山坡上，100多个中国孩子在他身边徘徊。孩子们累了，饿了，但一个个脏兮兮的小脸上闪着希望的光芒。他们一直翻山越岭，整整12天了。在沙质的河岸上，他们终于遇到了一位国军军官，用一艘小船往返多次，将孩子们全部载过黄河，总算离安全的大后方越来越近了。在电影的最后场景中，西安城中焦急等待和祈祷的人们都不想说出他们心中的焦虑。
这是孩子们不可能完成的旅程，他们不可能通过层层封锁。孩子们到底在哪里啊？就在人们几乎绝望要放弃等待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歌声。没错，是孩子们的歌声。孩子们来啦！全城沸腾了，人们欢呼流泪，夹道欢迎这100多个跋山涉水的小英雄们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艾伟德带着100多个孩子，终于顺利抵达西安的孤儿院。紧绷神经半个月之久的艾伟德终于倒下了。恢复健康后的艾伟德没有闲着，他探望了自己收养的100多个孩子后，又独自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抗战旅程。之后的几年，他的足迹辗转中国各地，时而在梅县难民营帮助救治难民，时而在成都教授中国年轻大学生英文，时而又来到前线战地医院做志愿者。1949年春天，艾伟德回到了英国自己的家。不久，他在中国的这个传奇经历被改编成了广播连续剧，在英国广播电台 BBC 播出。他的经历还被英国作家艾伦·伯吉斯写成了小说《小妇人》，再加上好莱坞的电影，艾伟德俨然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他再也没有回到他心心念念的中国，那片承载着他的一片恩情的土地。原因是共产党政府拒绝他入境。他先留在了英国管理的香港，最终于1958年定居台湾。在那里，他创办了格拉蒂斯·艾伟德孤儿院。1970年，艾伟德在台湾病逝。安葬时，按照他本人生前的遗愿，他的头朝向大陆，以表达他本人对第二个故乡中国深深的眷恋。我们不能遗忘他，这位对抗战深具影响的英国小女人艾伟德，用伟大的行动诠释了真正的爱没有疆界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感想。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